Hello，大家好，我是阿勾力。最近有一位观众联系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付费实现一个大佬的 EA 程序。据他说，原作者是要卖好几万，奈何他囊中羞涩，没有那么多 money， 就想剑走偏锋，让我破解一下。我没有答应啊，因为我想的是可以把这个策略他这个策略作为一个我视频的素材，给大家分享一下。根据这位热心观众提供的线索还有他个人对于这个策略的理解。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原作者发在公开平台的一些内容我感觉其实也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一个交易策略，实现起来也不难，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总结了一下原作者的公开的一些内容，然后写出了这个 EA。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个策略在某个股指上确实表现不错，并且我稍微加了一个跟踪止损，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参数优化，结果绩效一下子提升了 2.5 倍，进步很大。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个策略剖析一下，并且我还是会把这个 EA 放在网上供大家去下载。下载地址的话，大家自行联系我。我把这个策略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边缘侦探。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策略主要看两个条件，一是使用多条均线来看市场的趋势，二是使用布林带来寻找价格的 pullback， 价格的回撤，有一种瞅准方向之后在行情的边缘冷静的埋伏，有点像一个狙击手在边缘反复试探的感觉。原作者的止损很小，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布林带附近这几根 K 线的最高价或者是最低价做止损。我看原作者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5-6倍的盈亏比都算少的了。当然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个人认为，除非一些很特别的交易策略，比如说油管上有一个做加密货币的博主一个老外他就是以极小的止损，然后极大的盈亏比来获利的，但是他被止损的频率真的太高了，经常是连着亏损20多笔才等来一笔大的，所以他的资金曲线就是那种锯齿状很明显的，就像这样一样，通常就是小亏小亏小亏，然后一笔大的，然后小亏小亏小亏一笔大的，小亏小亏小亏一笔大的，就是这种锯齿状非常明显的一种资金曲线。它整个账户就是波荡起伏的，持仓的过程就是非常的紧张刺激。大家如果对于这种策略感兴趣的话，我后面也会用代码把它具体去实现一下。我认为排除这种很极端的交易策略，就我们日常开发的这些来说5-6倍的盈亏比其实还可以了。不过这都无所谓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量化一下看一下具体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其实均线加布林带这种交易方法很常见了，我在之前手动交易的时候也经常用到，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这种方法能存在这么久，还在市面上这么流传这里面肯定是有点东西的。最起码这种做趋势的回调做 pullback 的理念是正确的。好，那我先说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细节我们这里以多头为例空头反向即可。首先就是进场点，进场点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均线多头排列，也就是说最起码你的均线1要在均线2之上，均线2要在均线3之上，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趋势要一致的看多才行。第二个条件就是并且均线要向上发散，不管哪一根均线，它们的方向都是要连续的笔直向上的。比如说最近10根 K 的均线都要笔直朝上，不能是这种拐弯了的，更不能是这种纠缠在一起的这种。当然均线向下的这种那就是更加不可以了。总之就是对于行情的趋势性要求比较严格。当然这种严格的条件下带来的后果就是可能你的交易频率有点低。不过这个严格程度在 EA 里面是可以设置的。那么进场点的
第3个条件就是价格要回踩布林带，具体来说就是价格要接触到布林带的下轨，然后接触布林带下轨的这根 K 或者是下一根 K 要收阳线才可以。还有就是你这个阳线的收盘价不要高过布林带的上轨了，满足这3点之后就可以进场。而止损的话就是使用的最近 N 根 K 的最低点作为止损。这个策略的基本理念就是多次的小止损换一次的大止盈，所以基本上就是以最近这几根 K 的，也就是你的 Trigger K 啊 ，Trigger K 最近的这几根 K 的低点作为止损价的，就是很小的止损了。止盈的话是可有可无的啊。如果没有设置止盈的话，那么就是根据我们后面说的跟踪止损进行出场。如果设置止盈的话，就是盈亏比的概念啊。原作者的意思就是最起码5-6倍的盈亏比。最后就是我们的跟踪止损啊，它是根据最近多少根 K 的最低点做移动止损的。我们这里就以这笔持仓来进行演示一下啊。原始止损是在这里，然后当进场之后，它就会以最近，我这里是以10根来作为举例啊，就会以最近10根 K 的最低点作为移动止损的这个操作。你看它这个止损的价格会随着行情的上涨而不断的上移，这样就可以达到保护我们这个利润的一个操作。这个跟踪止损的条件是我自己加的啊，因为按照原作者的意思啊，最起码5-6倍盈亏比的目标之下，经常会有明明盈利颇丰啊，但是没有持仓细节，就是傻傻的等待啊，等待要么止盈，要么止损，这样的话会损失掉很多的利润啊。并且在我加上这个功能之后啊，我没有做任何的参数优化，我只是把这个功能加上之后啊，整个绩效就进步非常的大。好，接下来我们在盘面上具体看一下整个策略的一个多空的操作细节。好，大家看这根 K 线，这根 K 线下边有一个红色的对勾啊，这是我做的针对于这个 Trigger K， 也就是我们的信号 K 线做的一个标识啊。当我们产生这根信号 K 之后，我们才会去进行进场的操作。首先我们看一下均线，很明显的是多头排列，然后是全部的3根均线全部的都是向上发散的一个情况。然后价格呢也是确实它的影线是打到了我们的布林带下轨，并且它还收了一根阳线，所以基本上就是满足我们一个做多的条件，所以我们这笔持仓就已经做进去了。然后我们的止损呢就设置的是最近这2根 K 的一个最低价作为它的止损，也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的止盈的话，按照原作者的意思，最起码5-6倍的话，所以我这里设置的就是一个5倍的盈亏比。然后持仓的过程中当然这个走得太快啊，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持仓的过程就是使用最近10根 K 的最低价作为我们的跟踪止损。好，我们再看一笔空单的例子啊。首先是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然后全部向下发散，然后价格这一根 K 应该是接触到布林带的上轨，并且收了一根阴线。这前面虽然也都接触了，但是并没有收阴啊。当这根阴线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场了。然后我们的止损价就放在最近这2根 K 的一个最高价，我们的目标价还是5倍的盈亏比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持仓过程，持仓中就是使用最近10根 K 的最高点作为我们的移动止损的价格。针对于这根 K 的话，最近10根 K 的最高价就是这里。
后最终是打到了我们的移动止损出场了。好，更多的复盘大家自己去做一下回测就可以了，我这里就不再细看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交割单吧啊，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持仓的历史。其实可以想象到啊，它大部分情况都是这种啊，小亏小赢，小亏小赢，然后一笔大的盈利，然后这里亏100，亏100，亏100，亏40，亏100，亏100，亏100，然后赚100，亏，然后赚一笔大的，然后又是亏，然后稍微赚一笔大的，然后再赚一笔，基本上就是一个时常小亏，然后偶尔大赚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它的盈利曲线，其实也不难想象啊，就是这种锯齿状很明显的一种资金曲线，就是这种亏赚，亏赚。好，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策略啊，它究竟是适合哪一个交易品种啊？我们还是以回测的结果说话啊，还是从2012年的1月1日一直回测到至今，总共是12年的时间。而我们要回测的交易品种就是我们的恒生指数。因为当我在第一次开发完这个策略之后啊，我没有做任何的其他操作细节、操作规则的增加，也没有做任何的参数优化。我看原作者经常做一些股指类的交易品种啊，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恒生指数这一类的股指上去做这个回测。我发现啊，它确实是很适合恒生指数。下面我们看一下，在默认的参数情况下，恒生指数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你们也可以测一下其他的交易品种啊，其他的我目前还没有测过。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输入的参数啊，我们的做单周期，都是使用的这个 current， 也就是你这里设置的是什么周期，它就做什么周期。我们做的是 H1啊，就是很正常，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时间级别。然后我们这里的止盈系数啊，也就是我们的盈亏比，我这里是设置的5啊。原作者不是说最起码5、6倍嘛，我这里就是就用5倍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大家不想要这个盈亏比的话，就直接把它设置为0就可以了啊。我这里设置5倍。然后我们的止损 K 的数量，因为它是一个小止损大止盈的一个系统，所以我这里就使用2就可以了，也就是最近2根 K 的最低点作为我们的止损价就可以了。然后跟踪止损这个 K 线的话，原作者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所以我先传入0的话就是不使用跟踪止损。然后这里的这个多头发散的系数啊，如果我们只传入0的话，它就是只要求是多头排列，不要求均线向上发散。这样的话，我们的交易频率会多一些。如果你是想要这种均线也非常严格的这种发散的话，你可以设置你想要的这个严格程度啊。比如说如果我设置为5的话，那就是说明我要求最近5根 K 的这个均线啊，都是要非常严格的。针对于这里的情况的话，就是非常严格的笔直的向下才可以。而我这里就直接给它传入0了，因为我不需要那么严格的均线发散。好，这就是整个策略的默认的一个参数。下面这个均线的趋势啊，我也是原作者没有说他用的是哪3根啊，所以我这里就是随便写的，我写了一个50、60、70，我都没有再改过了。包括这里的布林带，我就是使用的这个指标默认的不就是20和2吗？就是所有的参数啊，基本上都是一个默认的情况啊，没有做什么优化。好，我们开始。
这是默认参数情况下恒生指数的表现啊，是不是表现还可以啊？最起码比很多没有做参数优化的这个策略是要强不少的。你不能说它非常的亮眼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很平庸。961笔交易也不算太少。盈亏比的话，不出意外，它就是一个5的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增加跟踪止损的这个操作，所以就是交易要么就是止盈，要么就止损。所以根据我们设定的这个5倍的盈亏比的话，那么它这里的这个表现其实也就是正常的，合乎常理。5倍的盈亏比呢，它也不算少，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胜率就是19%比较低，但是呢也可以理解。而这里的采收率的话，大概是个3.46，我们这里先把它记一下3.46，这是默认参数的情况下它的表现。下面我再把我增加的这个跟踪止损的操作把它加上去，还是没有做任何的参数优化我只是根据我一个日常的使用习惯，把它设置为10。以做多为例，就是用最近10根 K 的最低价做跟踪止损的操作，其余的参数还是保持不变我们开始。当我们把跟踪止损的操作加上去之后首先就是这个资金曲线是肉眼可见的进步我个人也觉得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如果你不增加一些像跟踪止损这样的一种持仓的操作的话，但是你盈亏比又设置的比较高，那么你肯定会丢掉很多的利润。而当你盈亏比很高，但是你增加了一些持仓过程的一个操作的话，大概率就可以保护好很多不应该丢失的利润这个大家如果是做交易做久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参数表现。因为增加了这个跟踪止损的操作所以策略不是在傻傻的等待就是要么止盈要么止损。所以会有一些出场就会比原来要来得快一些，这样就增加了我们的这个交易频率所以我们的交易笔数也从刚才的这个900多笔增加到1200笔。当然因为我们的出场会更快一点，更及时一点，所以我们的盈亏比就会稍微降低了一些，这里差不多就变成了3.2的样子，3.2的盈亏比。但是我们胜率增加了胜率增加到了28%。如果用单个指标来评判整个策略的表现的话我们这里的采收率之前是3.46，我们加了这个跟踪止损的持仓操作之后就变到了8.76，整个策略的这个评分这个表现就是之前的2.5倍了，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了。而且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目前是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参数优化的，没有参数优化也就意味着你这个 overfitting 的可能这个概率比较低，因为我们拟合数据的这个操作真的很少。如果一个策略不需要优化，它的表现就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优化了。所以我在开发完这个策略之后我简单的回测了一下，就开始制作这个视频了。那么大家在拿到这个策略这个 EA 之后你们可以自己去进行回测，甚至自己去做一下参数优化。好，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内容了。好，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帮我点赞评论。没关注的朋友帮忙点个关注这样下次有其他的策略更新你就不会错过了。好，谢谢观看，拜拜。